大家好，我是八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呢？我就非常喜欢看，因为这些电影的主角都是小人物，描述的也都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我也是小人物啊，所以看着特别有代入感。那么汉末三国时期有没有可以让咱们这些小人物产生代入感的诸侯呢？答案是有的，刘备、马腾、吕布都可以算。这三哥们是汉末三国那帮诸侯里出身最低的，而吕布又是这三个人里出身最低的。刘备和马腾好歹祖上阔过，吕布就是个纯草根了，他没有任何依靠的宗族势力，祖上也没有出过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人。就这样的出身，在汉末那个讲究出身的时代，能当个小官就算是积了8辈子德了。然而吕布最终居然成为了一个割据诸侯，还把中原地区搅得天翻地覆，相当于一个手游玩家完全不氪金，却能跟一众氪金大佬 PK 时打得有声有色，这真的不简单。所以从本期开始，我就来给大家说说真实的吕布吧，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感悟。吕布字奉先，滨州九原县人，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包头。汉朝末年，并州很大一部分土地都控制在匈奴人和地方豪强手里，南匈奴的王庭就设在滨州美济县，所以这地方特别乱，经常打打杀杀，当地民风也是彪悍的不行。在这种地方长大的吕布，自然也是从小跟人打架，练了一身腱子肉。长大以后，弓马娴熟，能骑能射，武力强的一批。靠着这样的本事，吕布成功的在官府里混上了一口饭，估计日常工作就是帮忙维持治安，打打流氓土匪什么的。如果没什么意外，一辈子估计也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吕布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丁原。在《三国演义》里，丁原的形象是一个正义的大忠臣，然而历史上的丁原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人。早年的丁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奋斗。我们前面说过，汉末是一个讲究出身的时代，你人生的起点基本就决定了你的终点。丁原出身低微，所以他很明白，自己想混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奋斗，奋斗再奋斗。少年时，丁原在县里当上了一个小吏，从这一刻开始，他就确立了自己工作的原则。别人955，老子996，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奋斗，不管多么危险的工作，他都不会推辞。每次作战，他都奋不顾身，冲在最前。如果丁原是现代人，那就是妥妥的内卷之王，能把别人卷进地狱，把自己卷上天堂。遗憾的是，汉朝末年，那是一个想内卷而不得的时代，所有的上升通道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堆世家豪强子弟还在那排队呢，你一个草根把自己卷成麻花，也是屁用没有啊！就这样努力卷了很多年的丁原，还是没有得到重用。就在丁原快要绝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公元188年，并州刺史张翼和匈奴人作战时被杀了，一个茅坑出来了，却没有人愿意蹲上去。原因我之前说过了，因为并州太乱，不但油水少，还有生命危险。像这样又小又臭的茅坑，那些豪强和世家子弟肯定不愿意蹲啊。就在朝廷发愁的时候，只见丁原一个箭步对着那个没人要的茅坑精准的蹲了下去。他激动的表示，虽然这个茅坑又小又臭，但他非常愿意为朝廷分忧。朝廷感动了，真是大忠臣。好吧，这个茅坑就给你了。上任后，丁原发挥常年修炼的996精神，拼命干活，很快就稳定了局势。然后他开始做一件事，提拔草根。这当然不是因为丁原想要团结全世界的草根来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从他后边干的事儿来看，他肯定没有这种觉悟的。他这么干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丁原虽然出身草根，但长期接触世家豪强子弟，他太懂这帮人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你提拔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谢你，因为他们觉得以自己的出身当官本来就是早晚的事，有没有你提拔都是一样的，凭什么感谢你啊？并不是说他们坏，而是人性本就如此，得到的太容易就不会去珍惜。至于草根那就不同了，他们本来没什么上升的机会，你要是提拔了他们，他们就非常容易对你感恩，甚至一辈子忠于你。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科举制正式实施，大量底层读书人靠科举做官后，皇权才得以大大加强。那么丁原都提拔了哪些草根呢？史书记载中有3个，第一张辽，曹魏名将；第2个张扬，汉末群雄之一。我靠，
丁原这眼光也太毒了吧，这要是在手游里抽卡绝对是欧皇啊。不久后，朝廷想要扩充中央军，征召全国各地的勇士前往首都洛阳。丁原觉得这是往朝廷里安插自己人的好机会，于是一口气把张辽、张扬这2个顶级稀有卡全都打了出去。打完了以后，丁原并不心疼，老子可是欧皇区区顶级稀有卡，看我再抽一张。不久后，他果然抽到了第3张顶级稀有卡吕布。你可能认为丁原看中的是吕布的武力，事实上他看中的是吕布的智力。吕布在丁原手下担任的是主簿，也就是秘书，标准的文职。这下很多人肯定要喷饭了，啥玩意？你跟我说吕布有智力，你咋不说公鸡会下蛋，母鸡会打鸣呢？关于这个问题，你要明白，历史上的吕布不是大众认知里那个武力天下无敌、大脑小儿麻痹的形象，相反，他是一个很有脑子的人。这并不是我胡说八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评价吕布时用了这样一个词“轻狡”，就是说吕布这个人轻佻而且狡诈。虽然这是个贬义词，但你想想，一个没有脑子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狡诈呢？丁原让吕布当秘书，一方面是看中吕布的头脑，一方面是因为重视吕布。秘书虽然地位不高，但前途却非常闪亮。举个例子，司马懿就当过曹操的秘书。丁原不但重视吕布，对他还特别好。史书的说法是大见亲待，真有点像爸爸对儿子那样。估计也是因为这个，《三国演义》才虚构了吕布是丁原干儿子这个说法。既然丁原对吕布这么好，那吕布为什么会杀了他呢？真的是因为吕布就是一个纯粹的忘恩负义的王八蛋吗？我觉得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说明，至少一开始吕布不是这样的人。吕布当上秘书后不久，丁原倒霉了，朝廷把他并州刺史的职务给撸了。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对丁原呢？这就跟吕布在历史上真正的干爹董卓有关了。当时汉灵帝病得快死了，他突然想到有个叫董卓的，手里有精兵还不听话，这可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的兵权给收了。于是他随手把丁原的滨州刺史给撸了，然后任命董卓为滨州牧，前提是董卓要把手里的军队交出来。董卓一听就乐了，滨州那是什么烂地方，你白送给我都不一定要，还让我拿军队换。于是董卓表示，滨州牧嘛，我可以接受，但是军队我得留着。汉灵帝听了董卓的表态，差点当场气势，下诏书把董卓大骂了一顿。董卓心想，你都骂人了，不就说明你只能动嘴了吗？最后董卓终于接受了滨州牧的任命，但也只交了部分军队，还给自己留下了5000精锐。对董卓来说，滨州是一块他根本看不上的烂地，可是对于丁原来说，这是他用了一辈子的努力才换来的。然而朝廷才不管他付出了一辈子还是几辈子，随手就给撸了，然后给了他一个都尉的职务，就这么打发了。丁原这个时候一定想问一个问题，草根到底是不是人？回过头来看吕布，如果吕布一开始就是个王八蛋，那他这个时候就应该离开丁原了。毕竟现在的丁原怎么看都是烧焦的咸鱼，翻不了身了，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可吕布并没有这么做，在丁原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选择了对丁原不离不弃。估计吕布是这么想的，要不是丁老板提拔，我能有今天吗？虽然今天混的也不咋地吧，但不管怎么说，做人得讲良心，人家对我不错，我不能扔下人家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吕布作为一个草根出身，没怎么见过世面，在官场混了也没有多久的小人物，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单纯的。然后不久以后，吕布就将不再单纯，亲手毁灭了这份单纯的人，就是丁原。可能是老天爷也觉得丁原太惨了，所以又给了他这条原本已经糊了的咸鱼一个翻身的机会。汉灵帝死后，新上位的是13岁的小皇帝刘辩，朝政掌握在大将军何进的手里。何进本来是个杀羊的屠户，标准的草根，因为妹妹当上了皇后，这才平步青云，成为了帝国的一把手。这么一个人当了一把手，当然担心屁股坐不稳，于是他决定铲除世家大族的死对头宦官集团，以此来讨好世家大族，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何进的妹妹，也就是现在的何太后，她反对铲除宦官，何进不想跟他的妹妹撕破脸，于是决定摇人，让一些外将进京，迫使何太后答应。和丁原一样，何进也明白草根最懂得感恩，所以他要招的外将里有丁原的名字。接到邀请后，丁原大喜，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还有翻身的机会，那当然是一口答应啊。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者告诉丁原，你需要帮大将军做一件事才可以去。何进要求丁原做的事是这样的：派出数千军队伪装成黄巾军余党，在洛阳附近的河内郡烧杀抢掠，让何太后受到惊吓，然后再表示我们烧杀抢掠是因为不满宦官，只要你把宦官都干掉，我们就会回家种地。这就是何进让丁原做的事。是的，你没有理解错，何进就是要丁原去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多少百姓惨死，多少家庭破裂，在何进眼里都不值得一提。毕竟对于他来说，那些人只是草根，死上一批又有什么影响呢？什么？你说何进也是草根出身？哼，可能自从屁股底下的椅子晃了以后，他就忘了这事了。面对使者，丁原沉默了。片刻后，他的脑海中又浮现了那个问题：草根到底是不是人？刹那间，小时候因为出生而受到的欺辱，年轻时拼命奋斗却被无视的痛苦，奋斗几十年却被朝廷随便撸掉的耻辱，种种记忆一起涌上心头。终于，一个来自丁原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对他的问题做出了回答：草根不是人。是啊，认清现实吧。这个时代，草根压根就不是人。我想要摆脱这痛苦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往上爬，哪怕出卖灵魂也在所不惜。这个命令，我接了。不久后，一支自称黑山伯的军队席卷了洛阳附近的河内郡，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知道多少百姓倒在了屠刀之下，多少家庭瞬间被撕裂。作为丁原的秘书，吕布当然全程近距离参与了这件事，说不定杀人放火的命令还是由他负责传达给士兵的。吕布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虽然曾经在官府当差，跟流氓土匪打了不少仗，然而这样的场景他这一生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时候，同样的问题也开始在吕布的内心回荡：草根到底是不是人？对于这个问题，吕布的内心此刻还给不出回答。然而，曾经的那份单纯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原来人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灵魂的，而且干出这种事儿的还是他一直敬重和学习的丁老板。这就是三观崩坏的感觉吗？吐了。事情办完后，丁原带兵进入洛阳，何进任命他当了执金狱，这个职务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地位很高。光武帝刘秀年轻时最想当的官就是这个。丁原成功了，踩在无数百姓的尸骨之上，他成功了。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份成功竟然会如此短暂。不久后，何进就被宦官杀掉了。何进的败亡非常突然，也令人困惑。我们下一期再来具体说这个问题，现在来一起看丁原最终的结局吧。何进被杀后，董卓迅速带兵来到洛阳城外，此时小皇帝刘辩也被董卓控制在手中。袁绍的叔叔，世家大族的领袖，现在的太傅袁伟是董卓过去的上级，这两人现在穿的是一条裤子。朝廷事实上已经被袁伟和董卓控制在了手中。这一下丁原就尴尬了，作为曾经掌权者何进的余党，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存在的意义。新的掌权者袁伟和董卓都希望他立刻去死。丁原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刻跑到董卓面前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现在除了回家养老，再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这样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然而丁原没有这样做，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才得到现在的地位，又怎么会甘心放弃呢？一个把自己卖了的赌徒，要么赢个盆满钵满，要么就只能被钉死在牌桌之上。丁原死死抓着手中最后一张牌，他毕竟还是执金狱，控制着洛阳的防务，只要他死守，董卓就进不来。他幻想着以此为筹码，逼迫董卓主动给他一个足够大的官位。然而他等来的不是董卓给他的官位，而是董卓派来的杀手，而这个杀手正是他一手提拔和栽培的吕布。在看到丁原已经失去存在价值，继续效忠他只有死路一条后，吕布想过很多出路。这时董卓派来使者告诉吕布，把丁原的脑袋给我，我保你荣华富贵，这就是你最好的出路。面对使者，吕布沉默了。片刻后，他想起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想起那些死在屠刀下的百姓。我是个小人物，没见过世面，也不懂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什么。之前我一直在学习丁老板，所以这次也只能继续学习他了吧。他可以出卖灵魂，那我也可以去出卖灵魂。
他可以为了自己去滥杀百姓，那我也可以为了自己去杀了他。就这样，丁原最终死在了他最信任的吕布手上。丁原死后，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反抗，也没有一个人想为他报仇，全部乖乖跟了董卓。这一切在他为了讨好何进去残害百姓时就已经注定了。丁原生在了一个不公正的时代，他的黑化并非没有理由。然而，任何罪恶都是有理由的，有理由的罪恶一样是罪恶。面对不公，我们应当愤怒，应当抗争，但绝对不能失去底线，不择手段。因为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下一期我们开始说吕布和他真正的干爹董卓之间的故事。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拜拜啦！